你平常睡得好吗？有时候睡不好的问题，或许不出在你身上，而是出在睡觉的地方。欢迎收看一文夜谈，我是玛丽莎。今天要和大家讲2个和风水禁忌有关的故事哦。床头后面的墙，这是网友美玲的经验分享。她说，她搬进新家的第一晚，她就开始觉得房间里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人。她不是看到的，就是那种很明确的感觉，而且那个人就在她的背后。志强和美玲结婚5年后，终于买了自己的房子。虽然只是一户中古公寓，但搬进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是很高兴的。卧室不大，但是在美玲的细心布置下，变得既温馨又舒适。尤其是新买的床垫，支撑力很好，感觉一定可以一夜好眠。可是美玲在住进去后的第1个晚上就开始睡不好了。她常常半夜醒来，每次醒来都觉得有人在旁边。当然啦，志强就睡在她旁边，但是她总是有一种感觉，除了志强之外，房间里好像还有另外有人。她什么都没看到，就是一种感觉。就这样连续1个星期之后，美玲终于和志强说了这件事。志强认为美玲只是还不习惯新家啦，住一阵子就好了。可是没有想到，不多久，志强也开始有了状况。志强本来是那种头一碰到枕头就能一觉睡到天亮的人，而且他几乎不会做梦。可是就在搬进新家半个多月后，他开始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做梦，而且做的还是噩梦，梦里的内容都差不多，场景就是在这间卧房里。他在梦里看到他自己睡在床上，美玲睡在他旁边，然后有个模糊的人影就站在他和美玲中间，然后那个人呢，正在轻轻拍打床头的墙面。志强每一次都吓醒，醒来他马上看旁边，但他的旁边就是躺着美玲啊。志强很清楚，他只是做了一个噩梦，虽然对他来说这也不太寻常，但是他照样安慰自己说，可能只是还是没有适应新家吧。志强没有将做噩梦的事情告诉美玲，免得美玲睡得更不好。但是其实就算志强没有说，美玲的睡眠状况也完全没有改善。有一天，美玲半夜又醒来了，这次她不但感觉房间里还有人，她甚至还听到床头的墙壁上传来轻轻的拍打声。美玲感觉那个人非常靠近她，应该就在她的背后，也就是在她和志强的中间。美玲不敢动，也不敢回头，她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，就怕背后那个人会发现她醒了。那个拍打声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天亮才消失，美玲也就这样一直盯到天亮。然后天亮后，美玲正想下床，刚好志强就从噩梦中惊醒。他们2个看到对方都醒来了，他们就问说：你怎么回事啊？然后这样他们才知道，原来啊，他们2个都有听到那个拍打声，只是一个是在梦里头听到的，一个则是真的听到了。这真的很奇怪啊，绝对有问题吧。志强也不再贴纸说，只是还不适应新家的关系。他们后来就听人介绍啊，找来一位风水老师。结果这个老师啊，一看到主卧室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。原来他们主卧室的床头是靠着一面墙，而那面墙的后面就是浴室。这个在风水上是一个禁忌，床头不宜靠厕所墙。从传统观念来说，厕所属于晦气重、湿气重的地方。如果床头贴着厕所的墙面，容易影响睡眠品质，长期下来会让人精神不稳，容易疲劳，甚至影响到健康和运势。其实就算不讲风水，从比较现实的角度来看，浴室墙壁里通常会有水管，晚上很安静的时候，那些水流声啊、管线震动声就很容易被放大。那人在半睡半醒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解读成房间里有怪声音，甚至觉得是不是房间里还有其他人。风水老师建议志强和美玲搬动床的位置，或者至少要在床和墙的中间再多放一个床头柜。总之就是不要让床紧贴着那个厕所的墙面就对了。但为什么志强会梦到床上有人影，美玲也感觉到背后有人呢？他们向风水老师提出这个疑问，那个老师他就又看看房间，然后他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叫他们试试，就是装一叠粗盐摆在那个卧室的角落。他们2个当天就把床换了位置，然后呢，也在角落放了一叠粗盐。结果那天晚上是他们搬进新家以来睡得最好的一晚。改风水真的有用吗？还是粗盐发挥了净化空间磁场的效用？
还是只是他们的心理作用呢？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只要能够睡好就是最重要的啦。我有个朋友家，他的卧室墙后面真的就是浴室，还好他的上一任屋主已经把那个浴室改成更衣间了，真的是好险。接下来还有第二个故事哦，床前的镜子。这个故事是根据网友小美的经历改编的。小美长得很漂亮，身材也很高挑，她又有明星梦，所以正在接受模特儿的培训。她一个人租了一间在市区的小套房，租金是有点贵，但是房东把房子装修得很舒服，家具也都很齐全，甚至还有一面大穿衣镜，加上地点方便，贵一点也是没话说。小美非常喜欢那面穿衣镜，她常常会对着镜子练习各种拍照的姿势。后来啊，她甚至就干脆把那面镜子搬到她的床前，这样她就能很方便的在床上摆出各种迷人的姿势来对镜自拍。有天，小美约了几个朋友来家里玩，结果有个朋友他一眼就看到那个床边的穿衣镜。小美，你镜子怎么这样放啊？你不知道镜子不可以堆床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我这样放很久了，也没怎样啊。你如果一定要放在那里，你睡觉前还是拿一块布把镜子盖起来，可能比较好哦。是哦。但是小美没有把朋友的话听进去。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，小美觉得最近精神越来越不好，就算睡了10几个小时，醒来还是觉得累累的，而且晚上梦很多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梦，醒来也不记得，只知道断断续续的在做梦，觉得有点心神不宁的感觉。有天她半夜突然醒来，一醒来她就吓了一跳，以为房间里有人，结果打开床头灯一看，原来只是镜子里的自己。她笑了一声，想真是自己吓自己，但其实她心里头还是有一种隐隐约约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有种不对劲的感觉。她后来就去上了个厕所，又喝了一点水，然后就准备回床上继续睡觉。就在她经过那面穿衣镜的时候，她的余光瞄到镜子里好像不是只有她的倒影。她猛一转头，就在那个不到1秒的时间里，她发誓她从镜子里看到她的床边站着一个人，似乎是个女的。她又马上转头看向床边，床边没人。她再看镜子，但也没有再看到刚才那个床边的人影了。不过小美还是很害怕。那一晚，她整夜开着灯，坐在门边，不敢再睡。她一面想，她应该要听那个朋友的话，不该把镜子放在床边。小美的确是犯了风水上的禁忌，就是镜子不能对床。传统说法是，镜子会反射气场，人在睡觉的时候气场比较弱。如果镜子正对床，会影响精神，就容易做梦、失眠。更悬一点的说法就是，这样容易半夜醒来，看到不该看的东西。小美后来请房东把镜子搬走了，不过她还是一直疑神疑鬼的。最后她还是提前解约搬走了。我觉得啊，小美应该是太自恋，才会想到把镜子放在床旁边，想要随时照镜子。是我的话，我才不敢嘞。有时候就算半夜起来上厕所，我也不敢看浴室里的镜子，因为我怕看到一个脸和眼睛都很肿的玛丽莎。以上就是今天的2则风水故事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和热推哦，也请分享给你其他喜欢听故事的朋友。要记得订阅频道哦，你的收看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一元夜谈，我们下次见。